哎呀妈，就怪张拿铁这孩子，你说他看着不错，他偷摸惹了个大祸，导致我同事差点告大胖媳妇性骚扰。这不眼看到3·8妇女节了吗？我寻思今年我要带我这些同事们出去玩玩，最后选中了普吉岛。大胖媳妇刚开始表现得非常好，还给我提建议说，第一点哈，就最好分开玩，让他们少见你，没有人跟老板在一起能玩好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别整晚宴，尤其是别整那个公司晚宴上的老板讲话，你的理想、你的规划跟人家也没有关系，人家要去普吉岛，不是去普及你，普及你。然后呢，他还给我们每个同事准备个小礼物，放在了信封里。然后惊吓就发生了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叫蛋蛋，蛋蛋回家打开大胖媳妇给他的信封，居然是这样的，那是一张不是我给他们订的酒店，而是隔壁酒店的浪漫情侣套房预订，上面是摆的天鹅和满床的玫瑰花，还有心，然后背面是大胖媳妇手签，意思是我们俩需要一些私密的空间，你愿意把他们都丢下，偷偷跟我去这里吗？只有我和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这里边最吓人的点是啥呢？他们是10号去泰国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12号才去，有2天我不在那儿，所以这样蛋蛋就更害怕了。然后晚上蛋蛋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姐，我收到了姐夫的信封，你知道是啥吗？那我是知道的呀，因为大胖媳妇当时订的时候，那是我花的钱呢。我们给每个人订的都是一个泰式足疗按摩呀，而且当时那个门票吧，它还真有点贵，我都有点心疼，所以我就以为蛋蛋要表达的是姐夫有点太破费了，所以我就给人回的，我说我知道啊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呗。我说俺家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姐夫他不管说啥，那背后不都是我的意思吗？给蛋蛋吓完了，小姑娘差点都不干了。好在第2天俺俩见面，当面聊了一下，误会解除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她偷偷给俺俩订了一个情侣浪漫大床房，带花瓣的什么的，但是她不明白为啥蛋蛋收到了这个，因为她记得非常清楚，她还检查过谁的信封里都有啥。那么这个事儿她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蛋蛋如释重负说，哎呀，不管谁干的，这不是给我的就行。哎呀妈，我本来就绝望了，我以为连姐夫这样的男的都靠不住。我说其实我也吓一跳，感觉啥都靠不住，所以女人还是要心疼自己。今年妇女节送自己一瓶欧莱雅黑精华第4代，它采用欧莱雅仿生抗老科技，更加修复抗老，给肌肤补充能量，帮我养成蓬弹上镜脸，让镜头里的我和镜子里一样好看。最后这个破案过程倒是很简单，就是调人家监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当时拿着那个浪漫大床房的预定，就是给我的那张纸的时候，告诉张拿铁说这个是最贵的，这是麻了的，这是更好，这是很贵的。这我看到。你好，妈妈，看你。张拿铁把最贵的给拿出来了，放进了蛋蛋的信封里边，把给蛋蛋的按摩券转放给了他的母亲，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？这是我干的好事。你把该给妈妈东西给换了，你告诉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呀？因为爸爸说这个是最贵的。那为啥给我呀？把这个给你呀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喜欢吗？俺家张拿铁闯了一个大祸。我出差在机场，安检是给我叫住了，说我包里有管制刀具。我说我包里肯定没有管制刀具，然后一打开全是刀具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携带管制刀具呢？是这么个事儿。张拿铁老干部一生只爱热面条和大米粥，一给他吃别的就说胃里有火，因为他的口味非常的中国老头。我们呢就很少在家吃西餐，但是昨天呢家里来了一个外国朋友做客，于是大胖媳妇精心准备了一顿西餐，整的挺正式的。然后他爸呢就递给了他一对刀叉，这是张拿铁人生第一次用刀叉。面对刀叉吧，铁哥不爽。他不会用，但是铁哥好面啊，全桌子别人都在用，他心里再不想用，他也得装融入。刚开始吧，还真硬装了一会儿。然而他姐口无遮拦，当着众人面说他拿反了，开始纠正他，那这他就没面子了。然后他爸还有我们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都来告诉张拿铁他用错了，都来纠正。是另外一个手，是这个手。那铁哥面子上过不去了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话，我吃不惯你做的饭，你还上这纠正我如何做一个 gentleman？ 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什么事儿？拿铁，你不用刀叉，咬不动牛排。你擦我的右边，你咬不动，来都咬不动，什么玩意呢？别人纠正他咋用刀叉，他几分隐忍几分凉薄也就过去了。他最受不了的是我问他的时候，拿铁你干啥呢？你刀叉呢？你什么的你？你平时不用筷子吗？他们都是外国人，你搁这中咋呀？你搁这中咋？用筷子还是刀叉我不管，但牛排确实咬不动，大胖媳妇都塞牙。幸亏有飞利浦钻石 AI 刷，微泡水流科技很轻松刷进牙缝，效果比手动牙刷好20倍。AI 刷头智能调节力度，像他爸没轻没重的也不伤牙龈，30年技术沉淀信得过。所以我为什么携带了管制刀具呢？就是昨天一个晚餐，一桌子老外，一桌子刀叉，一桌子英语，这个家洋气的令他陌生。于是他决定把晚餐西化的苗头扼杀在摇
摇篮里。即使他还没有从摇篮里走出来多久，他听说我今天早上起床就要出差，我要离开北京去往上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上幼儿园之前把这些罪恶的刀叉全都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，好让我带着他们滚出北京，滚出北京。最可怕的是，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发现家里刀叉都没了，挺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啊。监控里面更是发现了很多刀叉消失的作案线索。就连我妈扔垃圾的时候，她都悄摸跟着往垃圾袋里塞。哎呦我的妈！其实我早就应该预料到他一肚坏水，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已经有端倪。你在干啥呢？张小铁，你在干啥呢？你让我看看这是啥？你干的，你把叉扔厕所里了。我刚才拉了一个叉子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外国人，向大胖媳妇紧急求助。这个人要见他老丈人，跟大胖媳妇求助了3个小时，最后把大胖媳妇给骂了。来的这个外国人呢，他叫 Angelo， 来自拉丁美洲的智利。明天他的女朋友要带着 Angelo 去见他女朋友的父母。Angelo 很紧张，想问问有经验的人，在中国见未来的老丈人、老丈母娘有什么习俗和讲究。进屋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那你肯定最懂了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”大胖媳妇当然非常胸有成竹，告诉 Angelo：“ 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第一步，你的握手就不过关。来，你跟我握一下，我看看。你看，你这个握手就是傲慢。有人教过我，谦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礼仪。你见未来老丈人，你这个谦卑，你千里之外就得卑，你离着好几米远，你但凡看着老头，你就得低头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籍，在中国遇到你想表达恭敬的人，这个握手方式叫自由勇士握手，把身体探出去，双手往前使劲，打猛子。Angelo 学会了，但是大胖媳妇只告诉 Angelo 要自由泳，没告诉他不能换气儿。别换气，别换气。大胖媳妇说：“第二步，你得夸老丈母娘。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夸她年轻。” Angelo 说：“她的母亲62，那很可能不年轻。”大胖媳妇急眼了：“你有点情商呗？她要是年轻就你夸，你是智利人呢，你还是智利低下人？智利低下人，这是你玩肝胆相照的时候吗？”Angelo 学完夸丈母娘，我想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我说：“你第一次见人父母，你买啥了 ？”Angelo 说：“我没买呢，我买啥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可不行啊，你可得买东西，而且你买完给他们，他们还会跟你说不要。这时候你要原地开撕，照5分钟撕吧，切记不要像我当年一样，我丈母娘说，哎，这玩意儿家里有，我就拿回去了。”我说：“送礼不光丈母娘，还得搞定你女朋友。像她送我的小度天天闺蜜机4K 版，小度播放繁花，27英寸4K 超清大屏，有海量4K 资源，画质超清，色彩逼真，高度角度随意调，拉着走咋看都行，追剧贼爽，还能健身 K 歌，销量是这个。”然后大胖媳妇开始跟 Angelo 练习最重要的和老丈人吃饭喝酒这个环节。大胖媳妇假装她是老丈人跟 Angelo 练，我看人 Angelo 都快被大胖媳妇教坏了，我就告诉 Angelo， 我说你其实也别听他的，他其实也不咋懂。我说这样，我现在扮演老丈人，我会说一些中国老丈人爱说的话来测试你，你看你俩怎么接。我这个闺女呢，我跟她妈那给惯坏了，那就是小暴脾气，那生气那家伙给我手里头就跟你动手，你怎么说？面对这个问题 ，Angela 不知道咋回答。我会。然而大胖媳妇的回答是：别担心，老丈人，他打不过我。我上火。这我哥。好嘞。你有病啊！酒过3巡 ，Angelo 越来越发现，他来求救的这个人根本没比自己强多少。这次到访属于跟臭棋老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大胖媳妇还孜孜不倦的跟人 Angelo 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努力。这个中国的老人们呢，对咱们外国人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在，比如这个不靠谱，比如没大心傻乐，比如这个虎了吧唧的不成熟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，好好表现，打破这些刻板印象。”Angelo 寻思跟我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中国老人对外国人的这些不好的刻板印象，他有很大责任呢？中国人这么像外国人。”来你啊！哎呦！哎呀妈，逗死我了！你家张大铁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拿铁，你奶奶、你姑姑大老远从加拿大来了，你怎么着你也得象征性的跟人说1-2句英文，得说2句。然后他在指导下哈，他还真说了，但是呢，他姑没听懂，他就不乐意了。我给你看啊 Hello Nadia, how are you? 拿铁，你说 I'm fine, thank you. 我看啥球？ I'm fine, thank you. 我看啥球？然后我们上车，他姑就跟拿铁说 I don't think you're speaking English. Don't think you're speaking Mandarin. I don't understand whatever you're saying, buddy. 那扣姑姑说，你说汉语他听不懂，你说英